刚入宫的新宠画着精致的妆容，每天下午都会早早守候。后宫流传着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但凡有新人入宫，必得由国王的旧宠和女官传授后宫生存之道。国王龙榻上的喜好，后宫女人的禁忌，新宠小心翼翼，眼眸中满是初入深宫的好奇与对圣宠的向往。他们迫不及待地希望从前辈口中得到后宫生存的宝贵经验，哪怕只是只言片语，也能在这吃人的深宫中多一份自保的能力。画面一转，一个妇人格外平静，她熟练地从精致的烟盒中取出一支香烟，优雅地点燃，袅袅升起的烟雾在她面前缭绕，模糊了她的面容，也仿佛模糊了她曾经的过往。女人正是苏丹王朝最后一位皇后。终于在新宠急切的目光下，前辈缓缓开口，在那高高的城墙之内，只需记住一点，那便是爱、权力以及恐惧。但所有人都要明白，这里所说的爱不是对国王的爱，而是对自己的爱。千万不要妄想从国王那里得到爱，因为国王的爱总是转瞬即逝，就像清晨的露珠，太阳一升起便消失的无影无踪。随着话音落下，前辈的回忆也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年轻的她和无数身姿妖娆、面容姣好的女子被送往遥远的奥斯曼帝国，踏入了那神秘莫测的苏丹后宫。那是一个陌生而又充满危险的世界，高墙之内藏着数不清的秘密与争斗，他们如同待宰的羔羊，被命运无情地抛入这个漩涡之中。然而命运似乎一开始就给了他们一个下马威，就在当天夜里，他们睡觉的地方突发大火，熊熊烈火瞬间吞噬了周围的一切，浓烟滚滚，尖叫声、哭喊声此起彼伏。好在发现及时，众人齐心协力，火势很快得到控制。面对曾经最受宠爱的妃子，也是这场火灾的罪魁祸首，国王内心毫无波澜，他眼神冰冷，毫不犹豫地下令将女人驱逐出境，只因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独享国王的爱，在这后宫之中，贪婪的占有欲是绝不能触碰的禁忌。也正是在这时，国王的目光不经意地落在人群中的沙妃身上。那时的沙妃年轻有活力，眼光闪烁着对未来既恐惧又好奇的光芒。她的美貌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添了几分神秘与动人。与此同时，年轻的太监纳迪尔巧妙地捕捉到了这细微的一点，他面容冷峻，眼神中藏着不为人知的野心与不甘。在这后宫之中，他一直渴望更高的权力与地位，而此时沙妃的出现仿佛让他看到一丝希望的曙光。当他得知新一批女奴即将被送入后宫时，他便谋划要挑选出一位特别的女子，将其打造成赢得国王宠爱的工具，从而实现自己向上攀爬的野心。这一刻，他认定沙妃就是那个可以帮他实现野心的人。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改造就此展开。 Soyez ma complice, et je serai votre seul et véritable ami. Je ferai de vous la favorite du sultan, la mère de ses enfants. 他教会沙妃繁荣的宫廷礼仪，走路的姿态要优雅，每一个步伐都要恰到好处，既不能太快显得轻浮，也不能太慢显得拖沓。说话时的语气要温柔婉转，字字句句都要带着分寸与韵味，每一个细节他都严格要求。Le sultan nous aime tous et partage son amour entre tous ses sujets. Aïcha a commis une grave erreur. Elle est tombée amoureuse de lui. Elle a pensé le garder pour elle seule, mais lorsque le sultan ne l'a plus appelée auprès de lui, elle s'est vengée en mettant le feu sur ce qu'il avait de plus cher. Elle a été bannie. Le sultan, dans sa générosité, la donnera en mariage à l'un de ses gardes. Quel châtiment. 沙妃从最初的抗拒，对这种教条的训练极度不满，到后来逐渐变得顺从。她明白，在残酷的后宫之中，只有顺应规则才能生存下去。而在这朝夕相处的日子里，沙妃与纳迪尔之间也在不知不觉之中产生了一种微妙的情愫。那是在一次次的教导与学习中，在彼此的眼神交汇里悄然滋长的情感，如同春天的嫩芽，不经意间破土而出。纳迪尔深知国王喜爱音乐，尤其是歌剧。为了让沙妃能够脱颖而出，赢得苏丹的青睐，他四处寻找最好的老师，为沙妃创造一切学习条件。他每天刻苦练习，从发声到表演，每一个环节都力求完美。而纳迪尔则在一旁默默地陪伴他。与此同时，苏丹鄂伯图和米特二世正面临着内忧外患的困境。帝国内部各方势力明争暗斗，大臣们为了权力勾心斗角，朝廷上下一片混乱，外部列强虎视眈眈，对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垂涎三尺，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战争。苏丹在处理政务之余身心疲惫，也渴望在后宫寻得一丝慰藉。
机会来了，在一个月圆之夜，后宫举办盛大的宴会。沙菲身着华丽的服饰，在灯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当音乐响起，她开口歌唱，那歌声宛若天籁，婉转悠扬，仿佛能穿透每个人的灵魂。她的表演如此动人，瞬间吸引了苏丹的注意。苏丹的目光如滚烫的烙铁，紧紧地盯着沙菲，仿佛要将她彻底烙进这深宫里。从那一刻起，沙菲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之前一直受宠的爱妃苏珊娜早就发现了沙菲的心思。她虽然早就给国王生下一个儿子，但她明白这还远远不够。她感受到强烈的不安。果然，她叫人算命，算出沙菲是她未来最大的敌人。 Birinci gölge kadın. İkinci gölge ise bir sürü adamdan müteşekkil. 苏珊娜立刻从民间找来一个绝色美女，她是意大利人，不但歌唱得好，还会3种乐器，没几天就成为国王的新宠。但沙菲并没有坐以待毙，他深知在这后宫之中，机会稍纵即逝。为了牢牢抓住苏丹的心，他用珠宝贿赂当晚侍寝的意大利女孩。Fagli, lasciami un'altra notte con lui, questi sono tuoi. Non ne ho bisogno. Da domani ne avrò anch'io. Questi non sono i regali di una notte sola. E se ti volessi per una notte soltanto? 新来的宠妃无法拒绝如此诱惑，她收下了那袋珠宝。第二天就传来新宠妃溺亡的消息，所有人都怀疑是沙菲做的。可现在她是国王最宠爱的女人，在纳迪尔的帮助下，这件事没有留下任何一点把柄。在女孩的葬礼上，虽然众人对她怀恨在心，但却没有丝毫办法。 Sizi beklemiyorduk. Yorgun olduğunuzu söylediler. Gece uyuyamamışsınız. Merhumenin helvasından almak istemez misiniz? Safiye, kolyen ne kadar güzel. Bugün geldi. 从那以后，沙菲搬进了镶嵌着孔雀石的寝殿，那里豪华无比，每一处装饰都彰显着尊贵与荣耀。然而，在这无尽的虚荣背后，沙菲的心中却始终只有纳迪尔。 Je suis contente que vous soyez venu. 每当夜深人静，他都会想起与纳迪尔相处的点点滴滴，思念之情愈发浓烈，像潮水一般将他淹没。纳迪尔看着沙菲获得苏丹的宠爱，心中五味杂陈。一方面，他为自己计划的成功感到欣喜，他离自己的目标似乎越来越近；另一方面，沙菲与苏丹的亲密又让他内心充满痛苦与妒忌，但他也只能将这份情感深深埋在心底。直到那个难以忘记的深夜，在情感的强烈冲击下，两人紧紧相拥。那一夜，纳迪尔竟像被月光蛊惑的少年，在沙菲清澈的喘息里，窥见了被阉割前那个意气风发的自己。他们的爱情如同置身全力的熔炉，每一次对地位的争夺，都好像投入烈焰的矿石，在高温炙烤下扭曲变形，却也在淬炼中迸发出更耀眼的光芒。然而，权力的蜜糖下却藏着致命的砒霜。随着沙菲给苏丹生下一子后，他在后宫地位愈发稳固，他在权力的漩涡中也越陷越深。他的野心早就引起其他妃子的不满，他们将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沙菲以为有了儿子，就能在这后宫中立于不败之地。然而事与愿违，这天他听到儿子凄惨的啼哭声，医生来了也无济于事。女官漏嘴说出了有人下毒。 Kim zehirledi onu? Kim sultan ömrümü cüret Kimse edemez. Sakin olun. Böyle demek istemedim. Kim cüret edebilir ki? zehirledi? Kim zehirledi onu? 沙菲立刻猜到了是苏珊娜。 Bana panzehiri verin. Verin, ben de sizi affederim. Kalkın ayağa, rica ederim. Ne panzehiri, neler söylüyorsunuz? 那一刻，沙菲的世界彻底崩塌，他痛不欲生。他原本要抱着死去的儿子跳楼，纳迪尔劝下他。他接过沙菲手中冰冷的尸体，自责没有保护好他们母子俩。可现实根本不给他喘息的机会，整个苏丹王朝更是内忧外患，迅速解体。苏丹被迫签署了协议。 Kanun esası imzalayın ve her şey eskisi gibi devam etsin. 金碧辉煌、酒池肉林的奢华场景，如同被戳破的泡影，转瞬即逝。军官们当着后宫女人的面，拿走了他们的值钱首饰和昂贵的丝绸。 Meclisin çıkardığı kanun icabı haremin kapatılmasına karar verilmiştir. Ancak bu şekilde asıl ailenize size hürriyete getirdik hanımefendi. Hürriyet mi? Ne hürriyeti? Soğuktan ve açlıktan ölme hürriyeti.
表面上是自由，可之前被卖到这里的女人却是无家可归。沙菲和纳迪尔这两个在后宫权谋中相互扶持又互相伤害的人，共同见证了帝国从兴盛走向覆灭的全过程。如今辉煌不在，他们也不得不离开这座囚禁了他们多年的皇宫。踏出宫门的那一刻，没有森严宫规的束缚，没有了勾心斗角的压力，他们获得了梦寐以求的自由，也终于有了全心全意相爱的可能。可自由并没有他们曾经幻想的那般美好。当他们静下心来回首过往，那些为了在后宫生存，为了获取权力而不择手段的日子，像一幅幅不堪入目的画卷，在他们眼前徐徐展开。沙菲始终记得如何在苏丹耳边巧言令色，纳迪尔也忘不了自己如何利用沙菲的感情，把她当作向上攀爬的工具。这些回忆如同一根根刺扎在他们的心里。曾经他们为了追逐权力，将爱情抛诸脑后，如今当他们拥有了自由，却发现曾经炙热的爱情早已在权力的消磨下失去了温度。命运和他们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将他们最珍贵的爱情永远地留在那个消失的帝国里。最终两人只能黯然分别，各自踏上回乡的路。沙菲回到意大利，为了谋生，他不得不走进歌舞厅，穿上曾经在后宫华丽却已褪色的服饰。circondata dai terribili eunuchi dell'Africa nera e da moltitudini di schiavi. Schiava lei stessa di un uomo potente come un so. Una harem soirée, non è vero? Avrete molto di più, signore e signori. Ella danzerà per voi, vi intratterrà col suo canto e vi svelerà ogni segreto.Ogni mistero della sua vita e dei suoi amori per la d'Oriente, l'ultima favorita del sultano. 他的声音从最初的生动鲜活，渐渐变得机械麻木。每一天，他都在重复着同样的故事，那些惊心动魄的权谋斗争，缠绵悱恻的爱恨情仇，在一遍又一遍的讲述中失去了原本的色彩。这一天，沙菲收到一封来信和一个护身符，信中说老友纳迪尔被卷入车轮，意外丧生。朋友将纳迪尔脖子上戴着的护身符寄给了沙菲，他唯一的牵挂也荡然无存。至此之后，沙菲的生活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曾经眼中闪烁着对未来憧憬的光芒早已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是越来越空洞的眼神，仿佛他的灵魂早已迷失在那遥远的苏丹后宫。这部2000年的意大利冷门电影《后宫》也落下帷幕。沙菲与纳迪尔代表的两个特殊群体，在奥斯曼帝国的后宫里上演着一场畸形的共生与挣扎。后宫的女人用美貌、青春换取生存筹码，而太监纳迪尔同样是封建社会的受害者，身体的残缺让他们在社会中处于边缘地位，只能将野心寄托于权力的攀升。他既渴望沙菲成功来实现自己的野心，又在看到他与苏丹亲密时饱受妒忌的煎熬。电影最后，他们还是没能相爱，而是带着满身疲惫分道扬镳，各自咀嚼着这段畸形关系带来的苦果。电影中两条故事线索，一个是老年皇后在车站和陌生女子讲述自己的一生，另一个是一个女官在给嫔妃讲故事解闷。电影将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错，制造出恍然如梦的感觉。那段土耳其帝国最后的神秘乐章，也最终化为流传着的幻想世界。专注带你走爱情及传记类题材电影，好片不迷路，带你解读不一样的爱。